我跟顧懷州是娃娃親，5歲那年定的。他家那時候窮得叮當響，我爹看他讀書有天分，說了一句：“這孩子將來有出息，結個親幫一把。”然後我這一輩子就被綁他身上了。他念書的錢我家出，他進京趕考的路費我家出，他成親那天的排場我家出。他拉着我的手說：“青瓷，你放心，我這輩子只對你好。”我那時候真信，結果婚後第2年他開始賭，一開始小打小鬧，後來一把比一把大。我勸他說：“男人的事兒你別管。”我替他還債，他說：“等我翻本兒。”翻着翻着，翻到棺材裡去了。那天灵堂，我一看就知道不对勁。死得太快了，昨晚還在毒房吵架，今天就暴毙，騙誰呢？我跪在棺材前，心裡一句話：你演，我陪你。婆母哭得山崩地裂，族叔湊過來問：“青瓷啊，人既然沒了，那債……”我擦擦眼淚說：“人死債消，哪有那麼便宜？先清算。不過我的嫁妝我得帶走。”婆母當場跳起来：“你什麼意思？”我看着棺材說：“他都沒了，我守節回娘家有問題？”棺材板咚的一響，我差點笑出來，還挺敬業。當晚我直接殉情，沈家人抬我走，10萬兩嫁妝一分不少。第2天，顧懷州掀開棺材，第一句：“青瓷呢？”婆母哭着說：“他跟你去了。”他臉當場白了。嫁妝呢？带走了。那一刻，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了。他跑來沈府找我，在門口跪了2個時辰。我讓人放他進來，他一進門就吼：“沈青瓷，你瘋了嗎？”我慢悠悠喝茶：“我瘋？你不是死了嗎？”他壓低聲音：“我那是躲債。”哦，我那是殉情。他臉都綠了：“債主會打死我的。”我點頭：“那你當初怎麼不怕？第1次3000兩，我替你還；第2次5000兩，我賣首飾；第3次2萬兩，我動嫁妝；第4次，你拿我鋪子作保。”我看着他：“第5次，你假死，想讓我繼續替你扛。”他不說話，我把契書遞過去：“你假死前簽的，婚後債務與我無關。”他瞪大眼：“你早就防我。”我笑了：“不是防，是醒了。”顧家徹底完了，族中除名，債主天天上門。3個月後，他被打斷1條腿。1年後，我成了城裡最大的女商，錢莊、布莊、鹽運全是我的。那天街上碰見他，他拄着拐杖，瘦得不成人樣。青瓷，如果我当初聽你的……我掀開車簾，如果你當初聽我的，現在坐我旁邊的就是你。馬車走了，他站在原地，那一刻他才真的明白，有些人不是離不開你，只是懶得走。新任巡按來提親，他說：“聽說你們從小定親？”“是。”“那可惜了。”我笑：“不可惜。”他不配。他問我：“那你願意再定一次嗎？”我挑眉：“條件？”“此生不賭不騙不裝死。”我點頭：“成交。”春風正好，至於顧懷州，還在毒坊門口討債。
這世上最爽的報復，從來不是撕破臉，是你越來越好，他越來越慘。